料不到到了洪镇铁丝网口，又遇到了看守的日本军人。孙氏夫妇都下车向军人深深的鞠躬，由日语翻译说明赶赴医院的事，但是双方喃喃不已地发生争执，我也不知他们说些什么。只见我的那张通行证晃来晃去，日本人看也不看，立刻打电话向上级请示。这时孙家福面如土色，卑躬屈膝跪在日军之前。到后来日军得到上级的回话，就有一个日军走过来，大声地吼了一声，接着就伸出巨掌，清清脆脆掴了孙家福4下耳光，连老妪也挨了4下。他们不出一声，坐上汽车急去租界。在车中，孙家福说，一因病人无通行证，二因日本人主张送虹口日本人办的福民医院，电话来来往往接洽，福民医院住满伤兵，不肯接受中国病人，所以耽搁了几乎1小时。我在车中见到这幕戏剧，想到做汉奸也不过只能欺压自己人，想不到一个维持会会长竟会受到这般侮辱，我便联想起北方一位老牌汉奸施有三说过，做过汉奸，孙子王八蛋再要做汉奸。这真是一句名言。我本来深陷洪镇敌区，简直像到了匪窟一般，心上重重地压上一块大石头，一到租界，顿觉全身轻松了下来。到了仁济医院，介绍给一位李医生，我就急忙回家，心中犹有余悸。后来知道孙家福的儿子到了医院不过4小时就不治毙命。孙家福死了这个宝贝儿子之后，不但不痛改前非，作恶更日甚一日。我从朋友方面听到，孙家福魂名叫强盗阿毛，向来是专做掳人勒赎的，还有几件惊人的盗劫案也做得很干净利落。听到这些话，我不禁捏了一把汗。800壮士誓死抵抗，自从吴淞炮台失守之后，上海门户大开，日本军船载来大批日军，因此战区一天一天的扩大。我们每天除了看报之外，就是不停地收听电台广播。这时期双方的战斗很是激烈，当然死亡的数字也极高。不过这次战事出乎日本人意料的，就是8月13日开火之后，以大场一战最为剧烈，足足打了1个月，日军才占据了洋行、大场、罗店等镇。直到9月12日，国军在闸北阵地发生动摇，屡败屡战，最后形成拉锯战的形式，竟然有一次大反攻，再把大场克服过来。一直到10月26日，大场国军正式撤退，一面退，一面有一支军队负责掩护，继续向日军做一个大反攻。这一次日军意想不到的吃了一个大亏，伤亡惨重。10月27日，国军奉命撤退，一夜之间，数十万军队由八字桥撤出闸北阵地，等到日军发觉进击，为时已晚。当国军撤退时，由88师524团团长韩宪元统帅两营军队负责掩护，以保证京沪铁路运兵线的畅通。这两营驻守在88师司令部，这个司令部设在4行仓库。第88师524团团副谢晋元所谓4行仓库，是中南、盐业、金城、大陆4家银行所建造的一座大仓库，楼高6层，全部用水泥钢筋建造。地处苏州河北、北西藏路、今西藏北路口，本来有一座很阔的大桥，叫做西藏路桥，是贯通闸北租界的咽喉。在战时，这条桥早已封锁，租界上的居民隔岸都可以看得到。日军知道我大军已经撤退，急行追击，
追到樽井口，驻守在四行仓库的两营军队用猛烈的火力向其扫射，令日军无法继续追击。日军见四行仓库内有这么强大的火力发出，无法估计里面究竟有多少军队。但是日军一定要把这个障碍打开，以便夺取京沪铁路，所以第一夜双方的火力猛烈的无法形容。租界上的居民整夜听到连珠一般的枪声、手榴弹声，同时又见到火焰冲天，可以想象战事的猛烈。租界上成千上万的市民都爬到高楼上去看双方枪弹往还，大家兴奋到整夜不睡觉。后来才知租界当局向日军发出一个通牒，说枪战尽管枪战，但千万不可用炮轰击，因为在四行仓库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煤气谷，这个煤气谷注满了煤气，要是被炮弹击中了，会使住在煤气谷四周1英里范围内的市民遭到死亡的危险，日军也免不了受到极大的伤害。所以日军尽管隔岸相击，而始终未敢开炮。